放在桌上的耶，谁写的啊？啊，这是什么？这什么？这是不是不能看？不对啊，然后还有写给丹琪的。这谁写了？不是，应该是有人要退出了。啊 PK Rita， 是谁先回来写的啊？他有署名吗 ？Sorry， 陈建就是他。哦，建营他要退出啦。那 Story 不回来吗？不是这个意思吧？啊？等一下 Story 回来吗？他不回来了。啊，塔塔知道。哦，他提前走了。？Hello。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你的心动方向是否清晰？是一人或多人，还是空白？空白。心动没有发生。她也很坦诚的，她真的是一个好女孩，对，特别聪明的女孩。拜拜，海岛。成年人的心动真的很难，但是，就算我觉得我宁可不心动，我也不愿意去假装自己在心动。真的很难。说得很好啊。我很希望在这里继续跟大家的友情，但是这是一个心动和爱情发生的地方，所以我有预感到，我可能该离开大家了。这种大家正在走，我已经走完了的感觉，我现在觉得没有走完，怎么可能？我走完了，我走完了。他很确定了，就是这几个男生都确定没感觉，没感觉了。真不容易啊，爱情。但人和人之间的吸引，我觉得是要点DNA 触发的心动。我好像比较难以在这里真正的心动，就有一种我带着一筐爱来的，但是没有人，就是我没有特别想给某一个人的那种感觉，就有一种那个感觉是有一点点小遗憾的。遗憾，心动没有发生。我记得就是我已经确定我不太会心动的那一两天，我是有一点小难过的。我赶紧许愿吧，可不可以给我多一点信号啊？拜托，谢谢。接收到了吧？我需要一个启动，给我充个电，点火。我很期待自己能够在漫长的空白之后再一次心动吧。我觉得他还是挺喜欢文涛的。很勇敢的 ，sorry。虽然谁不想在海岛有甜甜的恋爱呢？但是没有也没关系，姐得不到姐依旧闪耀。对呀，支持。我觉得我最难过的就是要离开这个孩子们的淘气堡了。我觉得我付出了10分的真心，我收获了120分的真心，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特别真心，就是在小屋里，你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是会孤独或落单的，你所有的情绪在这里都有人托举着你。对，真心。呀，这是什么？给你做的？还是剪纸的，真棒，太好了，小香蕉。太可爱了。
为啥叹气？不许叹气！美疯了，他们！我天哪！哇，好有故事感，就是那种故事片的大女主的感觉。我觉得在半熟的这个家庭里面，每一个人都很纯粹，很纯真。我觉得这12个人都是太好的人了。集体生活是治愈人的，非常开心。最高兴的时刻是泳池趴的那一天，玩的特别的尽兴，我觉得我很久都没有那么开心的玩过。听海哭的声音，谁又被谁的伤了心，却还不清醒。没有人要伤心，不许伤心啊！我跟你讲，你好好的就行，你别操我们的心。但是你们一定要永远，一定要好，一定要就是特别好的，行。遗憾的就是没有能够陪大家走完全程的路。其实也是一种很美好的回忆。我在小屋的故事讲到这里，该到一个结束的节点。不舍得，应该还是。还回来看了看，还有东西没收完。一切都听得特别和谐。咱俩我5点的话就可以很和谐的跟你。你们现在每个人都在闪着光，都不灵不灵的，大射四方那种感觉。让我的美丽想家。我们的活动娱乐室。我平常是个特别不爱拍照的人，我今天是非常认真的在拍照、录视频，记录下来很多很美好的时刻吧。他是真的很真心真诚的。对。从知道自己不太会心动开始，我就在准备给小屋朋友们的礼物了，也想给他们留下我非常真心的祝福。哇，好认真！哇，材质都不一样，每一页的那个材质都不一样，构图想法都不一样，好用心。哎呦，哎呀，哎，珍惜自己这一段经历。哎呦，他对这小屋没有归属感。虽然他没有获得心动，没有心动到。什么？这本书来自超爱你们的 story。这短短的几天，你们就像我的家人一样，离开得很早。我不遗憾，没有。但我遗憾不能陪你们一起走到最后。后半程你们的故事一定会更精彩、更有爱，要记得我。难怪呢。我们今天出发的时候都没有看到他，是吗？今天就是我们3个一起出发，谢谢。
昨天晚上。昨天就走啦？你知道？宝贝，宝贝儿，我决定我要下车了，宝贝儿。啊？不会吧？我对大家都没有心动呀，我在这儿还有什么意义？但想到你如果要走的话，还是有点。哎呀，宝宝。哦，他跟他说了。所以塔塔是知道的。Story 要走了。Story 要走吗？他提前下车，我有点舍不得。还是会难过。就我知道我自己会很难受，但是看了他给我写的东西以后，就更难受。你是落在我生命中里的一束光。哦，是画面后面还有字。好真诚啊。我就是觉得其实可以好好的告个别，可以说一下。看到他写的那些字，再回想起他那天晚上哭的样子，就绷不住了。Hello， 你们是先到了吗？对。咋了，宝宝？怎么？走，我们有人已经离开了啊？谁啊？他给我们留了 story。啊？这个吗？天哪 ，story 走啦！难怪他那天哭了。天哪 ！Hello， 董老师，看看这个啊？什么了？咋了？你看一下，吧。可以先看这个，然后再看这个吗？对。兔半熟小屋最可爱的家人们。写的。谁写的？莹莹写的。他叫人呢？陈建莹写的。哦，莹莹今天没看到啊。莹莹离开了，走了。为啥啊？他们都不知道。我今天一直在找他，我说人呢？我们也在找他呀。小屋的日子里，我们第一个拥抱，你的美丽是你的不值一提。真的我。怎么我突然之间感觉到不太对劲？我早上就觉得不太对劲儿。李正，我自己看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钱以滩他一直去跟大家待在一起。拍照，一直拍照，一直录视频。哎呀，他是今天早上自己走了。昨天走的。昨天走了。昨晚就走了。昨晚。我再看看他对我说的，这是对你说的是吗？哎，就是那天他手上按的那个手印的形状。哦，好细节呀！哇，好细腻哇！建莹的这个突然的离开，给我的一些波动和碰撞，我觉得还是挺强烈的。然后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跟大家告别，还是心情很难以平复。这种时候最难受。工作日，大家要上班了。
我给你们泡茶。那我要喝一点。这个就有点微苦。我可以吃苦的，没关系。你都能吃苦啊？嗯，吃过很多苦。你说说。希望你不要让我吃爱情的苦。是啊。还没呢。所以你会让我吃爱情的苦？你会让我吃爱情的苦？我不会。那我也不会。甜的嘞。他们俩这个耳机一直没摘。对。简直就是镶上去了吧？你不觉得有点热吗？你穿这个没用。是吗？我不热，因为我很怕冷。其实摸我的手，我手都是凉的。我也怕冷，医生说我宫寒。医生说我宫寒。幽默啊，小伙子。我们上去吧。去这个露台转一转呗。走吧。油菜花1秒就没了。是不是油菜花那种花，你给弄成干花才能保持长久？或者说你把它夹在那个纸之间吗？很舒服。哎呀，谢谢，好甜蜜。你这样会有恐高吗？这样不会。锁住。哎呀，他俩已经肆无忌惮了，他俩。也挺放松的，这比楼下舒服。我也觉得比楼下舒服。差不多了，要回公司了。走吧。赶路好累，好不想洗头。那我帮你呗。这么好，那我就不客气了。对了，用这个吧，潘婷胜肽炮弹洗护，养发效果特别好。真不错，走吧。洗完头用这个？对，这是潘婷的胜肽炮弹发膜，一次用1颗刚刚好。而且你看，它里面还有很多精华微珠，都是护肤级的3A 胜肽精华和维他命源 B5，从根源重塑发型结构。哇，洗完真的变顺了耶！你看吹干之后是不是又顺又有光泽，而且特别弹韧？我之前因为烫染受损的发质，全靠它俩养好了。怎么样，对婷婷的洗护服务还满意吗？够专业，必须好评。有人帮忙洗头也太爽了吧！而且那个护发效果好明显哦，头发一下就变成又顺滑又弹韧了。当然了，快上电商平台搜索潘婷胜肽炮弹洗护，给头发做一次院线级养发 SPA 吧。现在就不约会，大家就是各自上班。上完1天班回来再谈恋爱。嗨，忙完回来了？对，我买了好多吃的，这全是我买的。哇！哎，你们赶紧先挑一些那个自己想吃的给吃一些吧，就这边健康的不健康的都有。行，我来吧。辛苦了。刘刘，你公司在什么附近？我不知道你对上海熟不熟？徐汇那边。徐汇。对，徐汇那边。干嘛去？徐汇，明天去徐汇。明天去按个脚。按个脚。哎，我也准备去按脚。想按脚？你喜欢按摩吗？我累的时候我会。你喜欢泰式还是中式？泰式太不了一点儿，太疼了，我很怕疼。泰式不疼，中式很痛，泰式是柔。真的吗？对，可以感受一下。你要想去，我可以带你去。季宇还是想珍惜机会对那个慧慧。我在上海还有个卡。好。你是之前在上海吗？对，泰国人开的店。那你在上海有想去哪转一转吗？哎呦，李正，我对上海不熟，就你们说的这些地方我都不知道。所以我不知道，他问我你想去哪，我说游乐场，其他的不知道。什么新的三角出现了？对，吃个蛋挞吧。那我也吃一个。来，你吃吗，李晨？我不喜欢吃甜品。我不喜欢吃甜品。好啊，我不喜欢吃甜品。好尴尬。上个厕所。
个短片看到了 Story 决定提前离开小屋，他呢很清醒的知道在这里没有遇到自己心动的人，所以很及时的就选择了非常体面的告别。他这个行为很像我们经常说的就是断舍离。对，大家有没有那一刻就是很决然的断舍离的时刻？我今年最大的一个决定就是今年不去参加桃花坞，今年就是不去参加那个脱口秀比赛了。因为我以前每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准备比赛，去备战也好，然后备战完之后去疗伤，然后疗伤完再备战，再疗伤，伤好容易疗好之后再去备战。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循环已经成为一个特别不好的一个循环，对你是一个带有那种掏空性质的一个，但是你就一直觉得有一个执念在，因为你觉得每年都应该和观众见面，但是我就发现自己可能今年再上台也没法在台上去享受脱口秀本身这件事情带给我的那种快乐了，我就觉得还是应该要缓一年，这一年好好缓一缓，然后去感受感受别的事情，然后去讲讲线下，以线下的方式去跟大家见面，然后也去调整自己的状态，但这个决定做的时候非常非常难，但我觉得这个决定挺好的。对，这个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感受。一彤呢？我感觉我是一个非常不会断舍离的人。我以前也是这样的，就是很多东西我都不舍得丢，对，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在某一天会有用，对，万一有用呢？但我发现这种反而会让我的情绪变得更加的难受，我总会小心翼翼或者怕失去，对，但我不怕失去的时候，我就不会失去，所以我就丢了。反正有一天，如果我有钱了，我再买回来；如果没钱了，那没关系，它本来就不属于我。这个很有启发哎，对，就不怕失去的这种心态。对。我觉得有一点，其实光讲的一点是特别好的。其实所谓的断舍离啊，最好是你拥有以后再断舍离。我经常跟很多年轻朋友讲，你就可以先拥有，等到你很富足了那个再断舍离。有的时候太过的断舍离、极简的生活，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遗憾的。是。但我觉得感情还是需要断舍离的，因为它不像放的东西，它其实不会事事面面的影响到我。但是因为我是特别缺爱的，然后我也是不管是对家人的依赖还是对感情的依赖，后来我就觉得真的是这个事情，首先你得依赖自己。当你学不会断舍离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拥有更好的东西，拥有更加让你广阔的天地。我其实非常非常的喜欢就刚刚这一部分大家的分享，你们的分享让我觉得就是断舍离这件事情不单是需要勇气，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一个识别力和判断力。而且这通的分享我觉得也非常的真诚，看到了你们很多我们原来不知道的一些小故事。这个分享的环节和我们接下来小屋里面嘉宾他们的有一个环节非常非常的相近，我们会看到解锁每一个嘉宾的人生档案。这人生档案里面呢，就藏着每一个嘉宾像刚刚大家分享的一些之前没有机会吐露的一些私密的隐秘的小故事，所以我们马上来看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小屋管家吗？对，海岛归来，半熟小屋即将解锁新的篇章。在那天决心按下选择键的人，将有机会邀请你选定的那个人开启你的人生档案。只有终极选择的嘉宾能看到对方的人生档案，让他看到你的故事，带他走进你的现实。要进入现实了，欢迎来到现实世界。这个感情真的这么好吗？真的就是这么完美吗？我还是想要切实的感受到他真实的生活状态吧。这是我的过去，这是我来时的路，这是我经历过痛。愿意和你在一起，这些东西都不是问题。但如果这个人不喜欢你，这些全都是问题。我只想了解他，我也只想让他看我的人生档案。当时按下那个选择键，我就想清楚了。我和塔塔肯定是互相邀请的。我邀请了炳坤，这算是邀请对方看自己的人生档案。哦呦，是密室吗？这原来可以转。王毅1993年出生，小时候一直跟着妈妈生活。好可爱哦！
啊，好可爱！无忧无虑的童年，小时候家里很热闹，和爸爸妈妈、外婆、姨妈住在一起。6岁时弟弟出生，真的很可爱。这2个人都很可爱。2011年出国上大学，出国期间自己生活比较乖。初中开始寄宿，在这个时候萌发出国读书的念头，下定决心就拉着父母在街上找留学中介。2017年回国开始创业，16岁一个人拖着行李箱出国留学，从开始的不适应到自己能解决绝大部分的问题。21年成为帽子品牌主理人，大2开始个人创业，从此没找过家里要生活费。25年工作逐渐好转。25年回国创立一家 AI 教育应用公司。哇，这么完整的一个档啊！26年我们相遇了。哎呀！我的感受就是他小时候真的很可爱，我会一直盯着他小时候的照片看很久。然后他其实已经创业工作很久了，他从3年前就没有问家里面要过1分钱，然后我觉得这个男生就很 man 的那种感觉。哎呀，哇，好会夸呀！在看完档案之后，你会觉得这个人更全面了。他是一个生活在非常高质文化的一个家庭，然后非常有自己思想的一个女生。找你来了。思你又想你。哎呀，不行。你坐呀，虽然我这里有点乱，你坐在这床上是不睡人的。好的，开始吧，陆老师。王同学，请坐。好的。啊，有什么要问的问题？不对，你有什么要问我的问题 ？Zoom in。未来的规划。这个就是你。啊，好自然，他俩好放松啊。可以的。我觉得你在30岁之前就可以完成这个目标，绝对相信。结果30岁之前，只完成了2个月的工作，也有可能。30岁之前在工作，人生全是解法。你有点幽默，真的可以，我相信你。我是预言家。我是预言家，我是白狼王，我先跳了。你这一天恋爱就有点不大合理吧？3.5个小时，你打算干嘛？我就只能仅供参考，可以吗？我的建议是，这2个部分其实可以合到一起。工作和睡觉合在一块儿？不是，睡觉跟个人恋爱。今天自己都笑了。我以为你说工作跟睡合在一块儿也行，大不了就到时候我到桥洞底下工作，也可以睡8个小时。哎呀！我当时看了以后也不是不满意的地方啦，我是觉得可以合并的地方就是他恋爱时长3.5小时，睡觉9个小时。其实我觉得这2部分可以合二为一的。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半个月1到2次的话，如果双方半个月就是2到3次了。这你再把你的算上，2到3次。我觉得北京和上海不远。婚姻规划也挺好。1周1到2次，就把周末加上。你看他俩就商量嘛，重新商量一个数，又搓了搓手。所以你是很喜欢宝宝的？40岁之前应该有了吧？我的意思，你个人是很喜欢喜欢婴儿的吗？还是说你只是单纯的觉得？单纯的想要有自己的小孩子。那你会对他很严格吗？每天让他弹琴8个小时。不会。让他学素描学8个小时。让他打冰上曲棍球8个小时。那太吓人了。哇，已经开始说小孩以后要上钢琴班和素描班，已经开始规划。我觉得未来规划这方面我比较看重，因为毕竟未来才是2个人接触和相处下去的核心。沟通完之后，我觉得我俩规划上都是同频的，方向一致，后续一起把计划慢慢落实。
好的一对。谁？好了，你看了？看了。哦，慧慧看邻里证的。我邀请了希慧查看我的人生档案，因为我只想了解她，我也只想让她看我的人生档案。哎，希慧按了吗？那个慧慧按没按，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我今天去看了邻里证的人生档案，因为其实现在相当于是从在三亚的谈感情，现在进入到了现实世界里面。看完之后就还想要再继续深入了解呀。来吧，青春期，从孩子玩到孩子。你是大学就出去留学了？没有，就是大学一开始在国内。哦。从孩子玩到。你研究生出去的？不是，本科最后。好可爱。那你是在国外上的什么？本科跟研究生的最后一年。哦。对。我有个问题，你这个计划是什么时候计划的？截止捡重点的问。25岁计划的。全年。我一直都计划的是27、28结婚，29、30生子。我会说，哎，你这个规划正合我心意。你想是男孩女孩？哎，到节点上了啊！这么快就可以结婚生孩子 ，OK？ 都行吧，有女儿最好，但是生儿子的话，可能教育方便一点，他不能给女孩带来很好的价值观跟正确的引导。我觉得女生还是很需要倾尽心血跟有良好思想侵入的。慧慧开心了，对，慧慧是开心的。生男女孩都无所谓吧。因为这个也决定不了。对。就这个年龄段的人，他就是会问这些问题，就很可爱。我就喜欢看这个。那你觉得？你觉得我们两个不在一个地方这个事儿？他俩还不在一个地方。就是我是一个在感情里面是谈不了异地恋的。我前面一直以来的定居地就是长沙。哦呦，这有点远哦，长沙、厦门。那你怎么看异地的问题呢？我不知道，我有点没想明白。很多人败在于异地吗？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我觉得如果光谈恋爱的话，谈是 OK 的，但是虽然说结婚不是结果，但是对于当下的目标来说，它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目标。慧慧是想要有一个结果的，对她比较有自己清晰的一个规划。谁的手机？你的手机？你要去看别人的？我没有想要看别人的，我只有想看你的。哎呀，好直接呀！我没有权利看。他没有权利看的，就是我没有选择爆灯，没有摁他没有。其实我觉得现阶段我们两个就是属于想要和对方有更多的接触和了解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在小屋里面和在外面是真的不一样。我觉得是要看遇到事儿的时候吧，看看对方是怎么样去面对的吧。这不是中选，没关系的，还有相处的时间，还可以再看看。可是我觉得李正会受伤耶，会有一点小失落吧。但是我也尊重他的选择。我觉得异地其实不代表什么，但是异地确实是一个问题。它不重要，但它也很重要。那我觉得可以商讨出解决方法。不然，先去体验一下厦门，我也去体验一下长沙，怎么样？可以啊，你看办法总是有的。对，先去体验一下，然后再去寻找一下，说不定有事情有好的转机。就希望不要抱那么大的失望，就是顾虑，要不然人生。有机会可以去厦门感受一下你的日常，搞不好你就爱上了这个城市了呀。对，可以啊。
对，可以感受一下厦门这个城市，感受一下我的生活。其实我俩为什么相处的相对来说比较顺利的点，就在于我的问题他都能够给出我想要的答案。对，他有积极的提出一些解决的方案，我们可以商量，就这个意愿就很感人啊。他很诚恳。然后今天也是看了他的人生档案之后，感觉更清晰、更明了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继续去相处。就是我还是想要，就是更加切实的感受到的他一些真实的生活状态吧，我才能够更加立体的了解这个人。他也按了，这是幼龄吗？因为我按下了选择键，选择了周佑林。当时按下那个选择键，我就想清楚了，周佑林应该就是我下半程唯一想了解的人。哎呀，左右直接的，所以我邀请他来看我的人生档案。所以幼龄可以看那个单期的，他如果有这个邀约我看册子的机会，就说明他那天按了灯，就是觉得我还是可以继续深入接触的人。带上册子，Hello， 拿到了你的册子，我们去聊一下吧。我邀请周佑林看我的人生档案，他是毫无保留地介绍了他自己，我觉得我已经了如指掌。我曾经的过去他还不知道，我离过婚，我还有一个小孩，所以他不知道吗？对 ，Oh my god！我不确定我到底是否达到了真的很心动的状态。你没有什么问题吗？你都不想知道，你通通都不想知道，那你在想什么呢？天哪！完了，明天出去不？啊？我听到了什么？从我这个角度，完全是因为我觉得你不是选我一个人。不怕说被你拒绝，我肯定是有遗憾的，所以我们就是出去一次。我很好奇，周总怎么选？明天刘有出远。会吧？真好！帅！成语大师吗？这不纯粹。你是 DJ 吗？还是鬼畜生吗？塔塔是不是唯一一次哭就是在这里？我现在这种时候就很喜欢发呆。我把这个往后挪，让我坐你旁边。如果你可以把北京站搬来上海就好。北京和上海中间隔了个什么？欢迎一下新来小屋的两位。我一进来就很熟悉，没有什么陌生感。回家了。还让你个傻逼狗。我给他整个爱情披萨。好。上微博进入半熟恋人话题页，与半熟观察团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参与半熟恋人话题讨论，获取半熟小屋更多独家精彩花絮。上微博参与半熟恋人5观后感话题讨论，赢取更多精彩福利。上微博参与半熟恋人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腾讯视频 TV 版、极光 TV 同步播出。大屏观看更沉浸，畅享极致视听体验。关注腾讯视频 SVIP 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追剧资讯，领取专属优惠。现在开通 SVIP 即可享受内容抢先看、大屏观影等特权。感谢合作伙伴丽丽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6月1日起 ，SVIP 每周1、周2中午12点更新 ，VIP 次日12点更新，抢先看1周。每周3、12点 ，SVIP 提前看超前彩蛋。周4加更，周5陪看，
周六周日精彩花絮轮番放送，高能不断，课堂不停。